家人们，咱最开始做这机票盲盒系列本来是图个便宜，结果这一不小心给干火了，机票盲盒涨价了，从298直接变成398了。还好在它涨价之前先囤了3张票。所以今天就是咱们的第3期安徽池州。别说池州了，安徽我都是第一次来，所以下了飞机之后甭管3021，咱先干一顿正宗的徽菜。这臭鳜鱼是真香啊，那春笋是真鲜呐，九华黄精时而炒蛋是真好吃啊。除了那个毛豆腐真的是有一点吃不惯，它是一种介于腐乳和臭豆腐之间的一种东西，但其他的真的是又香又辣又下饭，好吃到我直接升天。说到升天，在九华山也感觉自己快升天了。那个雾重的呀，真的是我坐个缆车，我以为是通向天堂的电梯，但到了山顶吧，这个雾呢就变得仙气飘飘，我就看着远处的山石、青松还有寺庙若隐若现，就幻想自己是一个在此修行的白衣飘飘的国风美少年。我确实也是。那座红trang面的农场，唢呐一声唱明月光。结果呢，沉溺在幻想中太久，错过了下山的缆车。还有多远啊？哎，我真的不行了我。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就发现是个大日子，清明节，我就来到了池州的市里。这里呢，正好有一个杏花村，哎，就是牧童遥指的那个杏花村。虽然这清明时节的雨纷纷下在了昨天，但这草长莺飞，春色满园，谁又能不爱呢？然后下午呢，我就来到了池州的石台县，来采茶了。如果你小时候喜欢揪花揪草啊，这采茶就特别适合你，因为超级解压。带着斗笠，腰上拴个小筐，你就搁这茶园里揪吧，一揪能揪一下午。它这边的土还是黑色的，因为富硒，在这样的土里产的茶喝起来也特别好喝。喝富硒茶养生，皮肤就更得好好保养了。在北京的时候啊，还是混干皮，到了这边就感觉好湿，脸上一直油油的一层，都闷出痘了。所以这科颜氏果冻面霜啊，带出来就真的很直，它很冰凉，上脸就能爆水。你看这脸上的水珠，油光都压下去不少，整个人都清爽了很多。也可以放慢时间，好好享受一下这里的茶园。去完茶园之后的最后一站啊，我们选择了去听戏。池州这个地儿有名的戏呢，叫傩戏。我第一次看的时候念成了滩戏，被我的摄影师嘲笑了很久。这当地的傩戏班一听网红来了，就直接让非遗传承人给我讲解，我真的是受宠若惊。通过他的讲解，我才了解到原来这个傩戏啊，是当地老百姓为了祈求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而唱的一种戏。当地戏班子的成员呢，其实也都是农民。我说老师您给我唱一句呗，老师还有点害羞，我就看着墙上这个戏谱，山行那帆。哎，老师一听说哟，这小子还有点东西啊，于是他也开口了，偷走回家呀，看老母亲命。哇，起鸡皮疙瘩了！老师说他当年学戏纯凭的是一腔热血，虽然只有小学3年级的学历，但是把戏文戏谱研究的滚瓜烂熟，就是想把老祖宗的东西传下去。我就在想，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呢？可能真的是因为没有渠道听见。因为但凡你在现场感受一下，你一定能领略到它的魅力和当中流淌的那种文化的能量。从池州离开的时候，又是一个下雨天。说实话，最开始盲盒抽中它的时候，我并不是特别开心，因为池州看上去没有什么好玩的，它并不刺激，它就是一个很文气的城市。你从机场出来，看见路两旁那种徽式的小楼，感受它这儿这种风土人情，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它就是低调平和，富有文化底蕴。而这趟旅程也让我意识到，只要你愿意让自己从快节奏的硬核刺激当中慢下来，你就会发现这样一座看上去有点无聊的城市其实很好玩。希望这里像画一样的风景能够治愈你，清新的空气能够洗涤你，源远流长的皖江文化能滋养你，美味的徽菜能够满足你。希望你能来池州看一看。现在旅游这么火，怎么会有一个地儿他不想让别人来呢？我抽机票盲盒抽到了山东东营，我一说我要去，这私信全是你来我们这儿干嘛呀？你是不是想不开呀？别来，我们这儿没啥好玩的。嘿，我还就纳了闷了，这地儿咋回事啊？你不让我来，我还偏来。好晒呀，怎么这么热呀？山东啊，真的好热呀，这个地儿。到哪儿都是水。饿了。卷凉皮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把那个汤面筋、辣椒包到里边，用手拿着吃。山东人果然喜欢卷饼，连凉皮都要做成卷饼。
当然还有普通版的长这样，我还单独要了一份面筋。它是那种褶褶的、薄薄的，泡在汤里很水灵，特别薄的、有点透明的这种皮儿，好好吃啊！这个真的不太一样，和外地的都不太一样。我还头一次吃山东的凉皮儿，再尝尝凉皮卷凉皮，还不够辣。山东人不能吃辣呀，因为东营也是沿海城市嘛，虽然没有青岛那么出名，但是看海谁能拒绝？最主要的是它有一个奇观。是的，东营是黄河的入海口，因为河水和海水密度不一样，所以竟然在这儿诞生了这种神奇的现象。世界上最大的鸳鸯锅，拿筷子和涮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黄河的注入，东营的海给人更沧桑的感觉。海边有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，路边是芦苇、野花、滩涂、油田，仿佛这里就是海角天边。我还收到了一个游3代同学的邀请，说可以带我参观胜利油田，但我没敢去。山东人都这么热情，说他送我一吨油，我怎么往回拿呀？回到东营市区，我相信他们说东营的公园特别多，但哪个外地人会跑来看公园呢？我呀。但讲真，我也是没想到一个城市里面的公园能做得这么漂亮。而这样的公园在东营遍地都是。东营是山东人口最少的城市，这里没有人流，没有拥挤，带有宽阔的街道，美丽的城市，谁又能说这就不是幸福感的来源呢？那你怎么进去的？我从底下跑进去的。不远，那再快点行吗？再快点，再快点。第二天，我们又赶到利津去吃著名的利津水煎包，大家都推荐这家胖霞，但我们赶到的时候，阿姨已经卖没了。最早就5点半就吃到了，5点半到下午1点半。但阿姨特别实诚，她说没事儿，去旁边饭店吃，和她做的一样好吃。也有炒菜，5点空调，你也说俺这不是那地方的嘛。虽然很可惜，但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还是吃到了。它比我想象中的要大很多。怎么是一个跟蛋糕似的？这么大，这么大的水煎包，蘑菇吗？大肥肉。哇，真的是太香了。还有这个北岭丸子，其实就是普通的肉丸子，但是特别弹。好弹啊！但是你嘴里跳。总之呢，东营大概就是这样一个城市。由于时间有限，还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我没来及去，但我真的不觉得它是一个不值得去的城市。就像是擅长文科还是理科一样，有一些地方可能更适合旅游，但也有一些地方更适合生活，并没有什么高下之分。而手握石油、黄河和大海的东营，一定还有更多的潜力可以被挖掘。还是要对自己的家乡更自信些。也感谢东营宝宝们的坦诚，我真的觉得东营挺好的。希望大家都能拍拍胸脯，骄傲地说：欢迎来东营。